每天分享一个 AI 在各行业的应用案例。大家好，这里是 AIGC Link。对于很多公司来说，在日常的项目的这种落地过程中，经常会用到各种各样的 TTS，比如像数字人啊，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像是故事的讲故事的这种场景，各种场景都需要用到文本转speech 转语音的这种 model。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模型是全球音乐大模型 Sona 刚开源的一个基于 Transformer 构建的 TTS 模型，它可以生成高逼真、多语言以及的话其他的一些语音，比如说音乐背景噪音和简单的一些音效比如它还可以生成像中间的一些个情绪词，比如笑声啦、叹息声和这个哭泣声等。那么我们下面的话来看一下这个 Bark 这个项目Bark 的话，它是 Sona 刚开源的一个文本 text to speech 的一个 model。那么这个模型的话，就是说，它的一些有什么特点它是基于 Transformer 构建的，这是它的一个特色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它的这个就是还提供这个就是相当于相比以前的 TTS 来说，我认为它最大一特点就是说还可以生成音乐背景噪音和简单音效，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特点这个是其他很多 TTS 不具备的那么它的话就多了一个音乐和背景噪音。OK， 这是它最大一特点至于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非语言交流，像笑啦、叹息啦、哭泣啦，这个其他很多 TTS 都支持那么的话就是说，我们看一下，其实这个 TTS 有很多就是 TTS 的话，我们之前也分享了，在这个 AIGC Link 的方案库里面也分享了很多 TTS。就是说，比如说这里的话，专门还有个汇总的 TTS 这个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 TTS，GPT Survey 的，然后 Fish Speech 啦，然后字节的 Seed TTS、Chat TTS 等等等这块有很多了那么的话，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下去看在这个 AIGC Link 的方案库里面去看那么这个 TTS 的特点，刚才前面提过，它的音乐的生成是它最大的特点那么它的话就是它不是传统的文本到音频的模型，而是完全基于生成的文本到音频的模型能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这个就是基于这个提示来给你生成内容。它对于任何输出的话，就是说是吧，这个它有一个相当于责任上的一些个界定然后是我说一下这个项目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是用的是 MIT 的这个许可协议，也就意味着你直接可以拿它来进行商用不需要就是付这个许可费，知道吧？就这个的话是它的完全开源可以这么说。然后第二个的话是他们增强了一个 GPU 加速和这个 CPU 加速这是它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它将这方面做了一些优化然后以及这个长格式的生成和语音一致性增强，以及其他事例这个的话它都已经做了优化那么的话就是说，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项目的一个效果比如说这个东西其实用起来非常简单，你如果要调用它的话就是比如说你这块输入一个提示词，这是韩语的提示词，然后这块用这个东西就可以调用了比如这个是韩语的我们来简单听一下。OK， 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它目前的表现上来看的话，它的英语方面的表现是最好的OK， 我们下面这样吧，就是说直接来看它的一个安装的一个方式吧。这个安装也非常简单就你直接第一步的话就 pip install 这个就完事了。然后 pip install 完之后的话，直接可以代码里面运行它了。为了大家方便我们就在它官方提供的这个演示示例里面先运行一下它。我们首先基于它的这个演示的这个官方提供的这个演示，我们先看一下效果。然后它有各种各样的语言这个有英语speak 有多种不同的有这个就是语言有 speak 有英语然后底下还有法语然后以及中文中文在这个还有日语中文在这个最底下在这里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不同的 speaker 中文去这个 run 它。比如说我们就基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来生成一个看一看就看一看它的一个效果。比如说我说你好，我是 AIGC Link 的社区发起人，正在筹备 AIGC 的开发者大会。我们看一下它用中文的一个回答效果因为中文是这样的，中文其实里面最难的是什么呢？我一般测试中文 TTS 会把英语和中文这种就是相当于交替的方式来测试这个 TTS 是不是好的。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如果它效果好的话，它应该对于 AIGC Link 和这个中文之间的切换会非常顺畅。如果它的效果不是很好，那么它在于它在读到这个 AIGC Link 还有这个中文这中间，尤其在切换的时候，它会切换的不一定非常好。
我们下面的话一会儿来等它生成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好吧 ？OK， 然后在这开始之前的话，我们就基于它官方提供的 demo 的话，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安装很简单。比如第一步的话，在本地也是这样的啊。第一步就是 pip install 啊，把这个对应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就包啊，就把它这个就是安装一下。你也可以直接把它荡下来，然后 pip install 就好了啊。然后这个 install 完之后的话，紧接着第二步，这个就是跟它前面这个里面提供的这个代码示例是一致的啊。你需要做一些导入啊，其相关的一些个基本依赖的一个导入啊，然后以及 model 的一个加载。这个模型加载，模型加载这里它已经有对应的这个模型加载，然后再到这个相当于这块就可以让它去输出了。那么输出的话，这里相当于用英语啊提示词这个，那么的话你用 audio array generate audio， 然后把这提示词扔进去，那么 audio 最后就会输出一个 audio 的一个结果。我们稍等一下，它一会儿生成啊，这边已经生成了，我们来听一下效果，好吧？你好，我是 AIG Clink 设计发起人，正在筹备上海 AIG 可发者大会。这个声音有点还是英式的一个中文，好吧，说明效果不是特别好，说明这个他在中文方面表现比较好。但当然他官方也提到了，就他们在英语方面的表现要非常好一点。这里也说了啊，就是他目前的话，他在英语的质量是最好的啊，就是他预计1、2、3的啊。那么的话，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的话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这边的话，就是你代码用的时候，你就直接把这个代码就是直接运行就好了啊。上面这个安装完之后，然后 Python 直接 Python 执行这个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也非常的方便啊。OK， 这边也生成了，我们听一下效果啊。Hello, my name is Suno, and I like pizza, but I also have other interests, such as playing tic-tac-toe. OK，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加了一个笑声，然后这里面还有背景的一些背景音乐，对吧？我们刚才也听到一些噪音啦之类的啊，可能在外面之类的啊。那么这个的话也是一样，通过运行它也可以执行出一些。Buenos días, Miguel. Tu colega piensa que tu alemán es extremadamente malo.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国家，这应该是这个其他的一些语言，这应该是法语吧，就是对吧？法语和中文和英语的一个切换啊，自动切换。然后这块的话还有这个不同的。I would like an omelette latte, please. Wow, that's expensive. 这个就比较厉害了，这个就是说你的提示词可以就是男女可以分开，也就是说你可以给它分开角色，按不同的人物角色去分开就是 woman 和 man 啊，那么它的这里的话，它输出的时候它自动就会识别，而不需要你去指定啊，所以这个也比较厉害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你在这里的话就可以指定history parameter， 比如 vi 这个 AAE 就是 English speaker 英语的一个 speaker， 我们来听一下啊。I have a silky smooth voice, and today I will tell you about the exercise regimen of the common sloth. 对吧？我们听到就是它这里的话，相当于是指定了一个这个 speaker， 对吧？就是 history 这个 parameter speaker， 相当于指定它。那么这个时候它可以输出对应的这个 speaker。OK， 这是这个项目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和介绍啊。然后其实这个项目的话，我认为它其实有它的一些个比较多的一个特色吧或特点。那么的话，你如果说本地来运行的话，也非常方便啊。就刚才上面的把这个 pip install 完成之后然后紧接着就是运行这个 pip install 这个 transform 库然后完了之后就运行这个代码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也是我还是非常方便的非常方便的OK， 这是关于这个项目的一些简单介绍。就是它的话，就是对于硬件的要求不是特别高就是好像4个 G 就可以就是你那个4个 G 就可以运行，好吧？就没有特别大的一个要求。没有特别大的要求 ，OK，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它是一个最后的话再说一下，它是一个完全生成的文本到语音的一个 model TTS。那么的话，就是可以拥有研究和演示，遵循这个 Audio LM 和这个 VL1 的 GPT 风格架构，来自这个量化音频表示。它不是传统的 TTS 模型然后它可以完全生成文本到音频的模型，能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偏离给定的脚本。与以往方法不同的是，输入文本提示直接转化为语音，中间不使用任何的因素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说白了，它是就说白了，你文字提示词给到它之后，它中间没有这个各种环节的一个比如说先是把它转成一个那个什么，转成一个中间态就是 SRT 这种中间态，然后转成中间态之后，然后再进一步什么，它没有中间这个过程，它是直接你扔进去之后，然后这个模型给你输出是音频，它是这么一个输入和输出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这是区别于其他很多 TTS 一个中间过程。那么它这个中间的过程就是 transform 这么一个黑匣子 model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它不一样的地方因此的话，它可以推广到语音之外的指令比如说音乐的歌词
声音效果或者其他的这种非语音的一些声音啊，比如说像这里啊，像这个不同的像 laugh 还有 music 啦这些，你都可以用这些去生成不同的对应的这个就是对应的这个内容，对应的这个 model 比如说，所以的话，这个我认为还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项目就是说，比如说生成音乐的话，就是说你就把这个 music 扔进去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随便测一个吧，比如说在这里我们加一个 music 这个看一下看它执行的一个情况那么的话，这个时候它会去运行它之后的话，比如说你可以在这里加 music你可以加其他的比如说加这个 laugh 这个 latte 啦 gaps 啦这些间隙词或者说这个歌词，用这个东西用它代表去吐歌词，然后用这个东西来代表犹豫不决的这些个中间态的一些东西OK，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它这个执行还在执行稍微需要点时间，我们就稍等它一下，好吧？稍等它一下，我们来听一下它执行出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最后增加了一个music 看看它这个执行怎么样就是看一下效果，好吧？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语气词，这个要比那个 ChatGTS 啦他们提供的这个中间态的这些个相关的非语音的这种指令要更多一些这个要更多一些OK， 好，它基本上执行完了，我们稍等它一下。I would like an oat milk latte, please. Wow, that's expensive. 我增加了 music 之后，你看这个它这个声音就有点这个有点夸张了有点夸张了。但这个至少代表它的一个状态吧。你也可以把不同的提示词不同的这种的话放在后面来听一听它执行出的一个效果这样的话也是非常有助于了解就是如何在平时真正在用这种 TTS 的时候用到它你比如说你要跟客户之间要把这种 TTS 用到这个语音客服上。那么用在语音客服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 TTS 用上，中间可以增加各种的这个语气词，就跟客户聊天的时候可以增加一些个对应的背景音乐啦、语气词啦这些的话就是如果用起来的话，就可能对于客户来说它听起来就更像真人吧，就而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像个机器人似的所以这是它很大的一个算是进步吧。OK， 我们最后稍微等它一下这个生成之后，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好吧？OK， 这个项目反正因为市面上 TTS 非常多我这里也汇总了非常多的 TTS，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类的这个 TTS 就是官方这个各种我们以前反正分享了很多 TTS 这个再有字节的这个上交大和字节的这个，然后以及这个 Voice Chat 这个，还有阿里的这个阿里的这个也不是也推出了嘛？阿里是哪个呢？是那个对这个。Call Voice 这个的话，其实项目它的那个能力也开放了，然后这个的话也有了这个 Sense Voice 这个也有了，所以的话现在 TTS 非常多，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效果Hello, my name is Suno, and I like pizza. But I also have other interests, such as playing tic-tac-toe. 这个就好一点了，对吧？因为我把音乐放在这个地方了，所以的话，你可以放在不同的地方，可以放在中间或者放哪里都可以OK， 这就是关于这个 Back 这个项目的一个介绍。这个项目可能对于很多做这种跟音频相关的项目，不管是 AI 的这个外呼AI 的这个就是跟这个什么比如说像面试，就要跟人交互、语音交互的这种场景。可能它都是非常有价值的。OK， 这就是今天关于 Bak 的一个介绍希望我们在真正在落地很多项目的时候能用到它因为现实里面的话，我就说一些场景嘛，比如像 AI 外呼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机器人外呼，那么你完全可以把这种 TTS 的话用在 AI 的机器人外呼这个场景里面，然后从而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让这个机器人听起来更像人一样，而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死板的那种。好吧 ，OK， 这就是今天关于这个项目的介绍，希望对大家有一些个帮助。它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增加了像音乐啦，还有各种多样的化的一个提示这个语气词中间的这些词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然后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多语言那么的话你如果需要不同国家的语言，你都可以用它来指定不同国家的语言，从而来生成这就是今天这个关于 Bak 的一个介绍，希望对你有些启发。如果你觉得不错，请帮忙一键3连，谢谢。